什么时候开始教宝宝外语？是让宝宝同时学习2种语言呢，还是先学一种再学一种？我们家宝宝现在是1岁半，他们完全可以听得懂有3种语言，粤语、中文跟英文，而且他们也会用这3种语言来说话。这支视频我想就我们家双胞胎宝宝的经历，跟我在网上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培养双语宝宝，或者是说如何教宝宝外语。那我为什么主张培养双语宝宝呢？除了多种语言能够帮助到就业和不同国家的人沟通的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好处之外，会2种或者是多种语言的人更能将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不太容易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打扰。而且呢，双语或者是多语的人会更 creative， 在安排事情跟解决问题的能力来讲，也是比只说1种语言的人强的。而且你可能不会想到的是，bilingual 竟然可以延迟老年痴呆，所以真的好处还蛮多的。bilingual 的话会有以下这2种情况发生，一种叫做 simultaneous acquisition， 就是从宝宝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或者是说在宝宝3岁之前，他是处在一个双语或者是多语的环境的。那第2种情况就是叫做 sequential acquisition， 就是说宝宝是先掌握1种语言之后，一般是3岁之后，或者是到他上学之后才去学习第2种语言。那我先说一下第1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只是可能开始说话的时候会比较迟一点，但是他还是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会是说15个月的宝宝还不会说话这样。那第2种 sequential acquisition 的情况，有可能是会因为是爸爸妈妈他们要移民去另外一个国家，又或者是说像我们上学之后需要学英文这样子，宝宝接触他的第2语言的时候，可能会有经历一段时间叫做 silent or nonverbal period， 就是这段时间可能会持续1个星期，或者是甚至到几个月这样子。在这段时间里，宝宝可能会更多的去用手势来表达他们想表达的内容，或者是只是说少量的单词。那这段时间就是宝宝去掌握第2语言的时间。那如果你的宝宝越小，那这段时间就会越长。很多人都会有迷思，觉得说宝宝从刚出生就开始双语，会不会让宝宝有语言 delay？ 这个其实是错的，没有研究表明 bilingual from birth 会导致语言的 delay， 起码我的宝宝没有语言 delay。 如果真的是有 delay 的话，他就算只是说1种语言，他也是会有 delay 的，不是因为双语造成的 delay。 如果我们发现有语言 delay 的话，我们需要带宝宝去诊所看一看。可能很多人觉得宝宝首先要先掌握1门语言之后，才能去好好学习1门新的语言，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宝宝刚出生的时候开始，他们已经可以同时接收跟掌握2种不同的语言，甚至多种语言。如果你只教孩子1种语言，那他到1岁的时候，他们就只会1种语言。如果你让孩子接触2种语言，他自然就会掌握2种语言。在大概宝宝6个月的时候左右，他们就已经能够区分2种语言，并且事实证明，宝宝他们可以根据他们对话的对象的不同去切换不同的语言。比如说宝宝会对家里说英文的家长说英文，对家里说中文的家长说中文这样子。其实在我们家里是没有人说地地道道说英文的。开始还在纠结我要不要教宝宝英文，想说到时候上学的时候宝宝自然会学习英文，但是后面想一想，我还是有能力给宝宝一个说英文的环境的，而且我不希望宝宝到时候上学还要重新去适应英文这个语言，所以我就觉得在家里也可以跟宝宝说英文。那事实证明，宝宝现在已经掌握了3种语言，所以是 OK 的，完全 OK 的。所以什么时候开始教宝宝外语呢？是让宝宝同时学习2种语言呢，还是先学1种再学1种？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最好就是从宝宝一出生就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语言。0到7岁这段时间是孩子学语言的最佳时期。这段时间如果宝宝能够掌握1门外语的话，宝宝掌握程度可以好像母语一样，对宝宝来讲是会比较省时间跟省力气的。如果你英文程度还不错的话，你完全可以就自己在家里固定一个地方，每次你跟宝宝去到这个地方就只说英文这样子。这当然是要在你对这个语言有一定的基础的情况下，你才去教宝宝。如果你觉得你这门外语的基础都没有，我还是比较推荐就是你跟宝宝说你的母语，然后找一个会说外语的人来家里带宝宝，让他跟宝宝玩，这样宝宝每次见到他就知道要去说这门语言了。或者你也可以让宝宝去参加一些语言的活动，或者是外语学校读绘本的时候呢，是应该只读1种语言，还是说1句英文1句中文这样子给宝宝翻译来读呢？我曾经看到很多的育儿的书籍是教妈妈们给宝宝读书的时候1句英文1句中文这样子翻译着来读。其实这种方法现在专家已经不推荐了，因为
其实你在给宝宝进行翻译的时候，宝宝他们忙着去分辨你说的这2种语言的不同，而没有来得及去吸收你教的这些东西。其实我知道这点的时候，我还蛮开心的。我也试过给宝宝就是一句英文一句中文这样读书，真的很累，而且你还要自己翻译，就是有时候又怕自己翻译的不准确。对于我来讲，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不同语言的书籍。如果是中文书，我就读中文；英文书我就读英文。有哪些方法来让宝宝学2种语言或者是多种语言呢？第一种也是很多人用的一种，就是 One Parent One Language。你可以固定爸爸说英文，妈妈说中文这样。虽然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但是也没有研究表明这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好的方法，也没有研究表明这样就不会导致宝宝口 mix 2种语言。首先，什么是口 mix？ 就是像香港人说粤语的时候中间带有英文那样。说到这里，我想破大家一个迷思，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宝宝口 mix 是因为没有办法分辨不同的语言，可能觉得双语的环境让宝宝很 confused， 所以宝宝才会这样子口 mix。事实上，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其实很酷的，我来告诉你，就是为什么孩子会这样口 mix 2种语言。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他会2种语言，所以他可以这样子用。口 mix 2种语言真的不简单的，你要知道名词啊、动词啊、形容词啊，知道哪些可以用来代替，哪些不可以。其实宝宝口 mix 语言是代表他们有更深刻的了解这2种语言它的用法，他才能够口 mix。第二种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跟他说话的人能够听得懂，宝宝他们能够分辨出哪些人会说哪种语言，然后根据这个人的需要去跟他说那一种语言。所以你很少会发现会说2种语言的宝宝会在学校里跟老师口 mix，因为他们知道这样老师听不懂。第三点就是宝宝他们口 mix 的原因还可能是因为比如说英文的这个单词比中文的这个单词他们掌握的更好，所以他们喜欢用英文的这个单词来代替中文的这个单词来讲，更方便。这个并不代表他们是 confused， 而且口 mix 完全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每一个 bilingual 都会经历的一件事情。那宝宝口 mix 并不代表他没有掌握这2种语言。当然了，如果你想要尽量的避免宝宝去口 mix 的话，如果你能够创造一个 separation 的话就会更好，因为 separation 就是可以让他们将一种语言跟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地方关联起来，这能够让他们知道在什么环境下应该要说什么语言。就像我刚刚回答那前面的问题的时候提到的，我们可以请家里说不同语言的亲戚来家里陪孩子说话，这样宝宝就是会知道说对着这个亲戚我就应该说特定的一种语言，或者是在家里创造一个 area 是专门说外语的这个 area， 这也是不错的方法。看电视学语言对小宝宝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更重要的让我们的宝宝多听到一些多用到一些这个语言。比如说我们宝宝在平时互动的时候或者读书的时候多用宝宝比较弱一点的这一门语言。关于读书，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的外语不是很好，你可以用重复单词的这个方法来教宝宝读书。那比如说这一本好了，Lovely Leaves， 你可以不用全部把每一行字都读出来，因为可能你还没读完的时候宝宝就急着翻下一页了。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挑一些你会的单词来教宝宝。比如说我宝宝读这本书，宝宝每次他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注意力也是集中在这些小动物猫猫狗狗身上，那我就可以这样读。我每翻一页呢，我们就是可以去找猫猫在哪里。我宝宝一般他不需要我去找，就他自己一般他就会用手指猫猫，这时候你就可以教他 cat 喵这样子，然后每一页里面都可以找到猫。对，你就可以每一次看到猫的时候你就说 cat， 然后喵，这样重复的教他。介绍宝宝的眼睛鼻子的那些书也很简单，你就可以一直重复。比如说你想要教宝宝 baby 这个单词，那你就可以每一次见到 baby 的话你就说 baby， 就可以让宝宝更好的更快的通过重复的这个方法掌握你想要教他的这几个单词。而且这样的教法是跟着宝宝的注意力去教他，会更有效率一些。如果你的宝宝现在是在双语家庭环境当中成长，如果是 work 的话，你要保持你现在的方法，而不是当宝宝去上学之后，因为他们说英文比较容易，你就跟他们说英文。反而如果你发现宝宝上学之后可能中文说的没有英文那么好，那你在家里就应该让宝宝沉浸在中文的环境里面，比如说听中文歌啊，
读中文书啦、玩中文字的游戏等等，都是可以帮助宝宝学习中文的。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坚持下去做的话，慢慢的随着时间过去，他们也慢慢的就忘记了。以上就是我对于培养双语宝宝的一些经验跟建议。如果你们对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问我。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支视频，记得订阅、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希望你跟我在育儿的道路上一起成长。我们下支视频再见，拜拜。